作为魏国的皇帝曹髦是如何被人当街刺杀的？姜维最后一次北伐以及敛兵拒捕的策略是否能够挽救蜀汉？司马昭调集18万大军征伐蜀汉，刘禅是如何应对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的最后一次北伐及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258年，姜维回到了成都，刘禅恢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。然而，由于他常年在外征战，无暇顾及朝廷的政务，当他真正身处成都的时候，才发现蜀汉的朝政已经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。此时，刘禅最为信任的人是宦官黄皓。董允在世的时候，经常厉色责备，使黄皓有所收敛，不敢为非作歹。可是，自从董允去世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能压得住他了。由于姜维常年不过问朝政，导致尚书令陈芝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大将军姜维。而且，陈芝并不排斥宦官黄皓，还与黄皓互为表里，深得刘禅的信任。再加上姜维数次北伐失利，朝中的很多大臣都对他颇有微词。不久之后，黄皓和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等人给刘禅上表，建议收回姜维的兵权。姜维再三思虑之下，决定离开成都，要不然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了。于是他给刘禅上表，请求前往榻中屯田。刘禅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。榻中即今天甘肃省舟曲县。再来看曹魏朝廷。260年，曹髦已经20岁了，可是他虽然身为皇帝，朝政却由司马昭把持，并不由他做主，因此心中颇为不安，常常忧虑自己被受辱。于是他决定召集百官废除司马昭。5月初6，他让仆射李昭和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在凌云台部署甲士，然后召来侍中王审、散骑常侍王业和尚书王经前来议事。王经在狄道被姜维打败后调回洛阳，回来之后却成了皇帝的心腹。然后他对三人说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我不能坐等被废之辱。现在我决定亲自率领你们前去征讨司马昭。”安排妥当之后，他便让三人各自召集人马。然而王审和王业不仅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办，还连忙将此事告知了司马昭。他们本想拉着王经同去，却被王经给拒绝了。司马昭得知后大惊，立即召来护军贾充等人商议，并做好戒备。曹髦得知事情泄露后，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于是只能率领亲兵前往司马昭的府邸，准备诛杀司马昭。当他们到达南阙的时候，迎面遇到了贾充，率兵阻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曹髦厉声呵斥道：“我要去讨伐有罪之人，敢有骚动抵抗者，罪当灭族。”贾充率领的兵将面面相觑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曹髦无论怎样，名义上还是皇帝。于是众人连忙看向贾充，问他该如何应对。贾充怒斥诸将道：“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，就是为了今天，这还用问吗？”众人还是不敢妄动。就在这时，只见太子舍人程济挺身而出，大步走到皇帝曹髦的车驾前，将戈刃从曹髦的后背直接穿了过去。曹髦不可置信地被刺杀于车驾之中。司马昭得知后大惊，跌坐在地上说道：“天下人该如何议论我呀？”接着他连忙召来陈泰，询问此事该如何收场。陈泰对他说：“为今之计，只能将贾充腰斩，方能向天下人谢罪。”可司马昭想了半天，又问陈泰说：“有没有退一步的办法？”陈泰回答说：“没有退一步的办法了。”最后，司马昭决定将所有罪责都推到刺杀皇帝的程济身上，准备杀他以平民愤。5月初8，司马昭向郭太后上奏，声称自己本想听候曹髦的裁决，没想到曹髦还想谋杀太后，于是便举兵阻挡。他命令将士们不得伤害任何人，更不能逼近天子的辇车。可程济不听命令，私自闯入兵阵，刺杀了皇帝。现在程济已被军法从事，程济的家人也被逮捕，已经交给廷尉治罪了。最终，郭太后下诏将程济一灭三族。同时，司马昭认为王经和自己不是一条心，趁机将他也给处死了。随后，司马昭召集群臣商议，决定迎立燕王曹宇的儿子曹皇为帝。5月初8，司马昭派他的儿子中护军司马炎前往邺城迎接曹皇。6月初1，郭太后下诏让曹皇改名为曹奂。6月初2，
曹奂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至此，曹髦的政变彻底失败，曹魏的第5位皇帝曹奂即位，但依然是傀儡皇帝，朝政依旧由司马昭把持。2年之后的262年，姜维发动了第11次北伐，也是他最后一次北伐曹魏。这一年，姜维61岁。他此次北伐的目标是陶阳，即今天甘肃卓尼县西南的陶河南岸。邓艾得知姜维出兵后，连忙率军赶往陶阳迎战。他觉得姜维劳师远征，粮草转运必然困难，所以此战难以持久。于是他抢先占据有利地形，以逸待劳地等待着蜀军。姜维的大军到达后，双方在陶阳以东的侯河展开激战，结果蜀军不敌，姜维只能率领残兵退回了榻中。消息传回成都，黄皓大喜，连忙在刘禅面前进献谗言，并且开始运作罢黜姜维，推荐自己的亲信严语担任大将军之职。姜维见黄皓如此肆无忌惮，便给刘禅上表，请求处死黄皓，可刘禅不肯听从。姜维深知黄皓已经权倾朝野，无人可以撼动，他自己也不敢再返回成都，只能留在榻中继续屯田。至此，蜀汉君臣离心，宦官专权，再加上国力衰弱，北伐已经彻底无望，能够守住汉中和巴蜀之地就算不错了。姜维认为，蜀汉和曹魏的兵力悬殊越来越大，而汉中的守军严重不足，如果继续防守汉中，已经无法获得更大的战果了。于是他便提出了敛兵拒谷的策略。他下令撤走所有关隘的守军，重新调整部署，让胡济退往汉寿，王涵驻守越城，蒋斌驻守汉城，蒋舒和傅简驻守阳安关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适当收缩汉中的防御，以集中兵力打击来犯之敌。如果魏军前来攻打，他就将魏军放入汉中，然后坚壁清野，诱敌深入，拉长敌军的补给线，等敌人粮草耗尽、疲困撤兵之时，再伺机歼灭，关门打狗。那么，既然姜维已经做好了部署，司马昭是否能够破解呢？263年夏，司马昭召集群臣，商议征伐东吴和西蜀的战略战术。他分析说，如果征伐东吴，就需要打造战船、开凿水道，粗略来算，需要耗费1000余万个工日，也就是10万人100多天才能完成。另外，南方的地势低下，气候潮湿，必然会发生极疫，所以应该先灭西蜀。灭蜀3年之后，可以借助巴蜀的有利地形，水陆并进，攻灭东吴。西蜀的士兵大约有9万人，驻守成都和其他各郡的不下4万，因此可供姜维调配防守汉中的不会超过5万人。此时姜维驻守榻中，无法亲临汉中战场，蜀军的其他将领则据城守险，兵力必然分散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只要我们从倘若到出兵，出其不意地攻打汉中，必能将其击败。邓艾得知后，立即给司马昭写信说，西蜀还没有祸乱到有可乘之机的地步，所以他建议司马昭暂时放弃灭蜀计划。可司马昭不肯听从，而且为了万无一失，他立即派遣主簿师纂前往邓艾的军营担任司马，同时负责监视邓艾。接着，司马昭调集了18万大军，刚好是蜀汉总兵力的2倍，兵分数路，同时对蜀汉发起攻击。姜维得知曹魏18万大军来袭，连忙给刘禅上表，请求派遣张翼驻守阳安关，派遣廖化驻守阴平桥头。刘禅找来宦官黄皓商议，由于黄皓信奉鬼神巫术，他告诉刘禅说，魏军最终不会攻来，陛下尽管放心。于是刘禅便将此事搁置，竟然都没有向大臣们提及，导致蜀汉的大臣对于曹魏出兵的事一概不知。那么姜维是如何赶到剑阁关抵御钟会的？邓艾又是如何通过阴平小道直取成都的呢？灭蜀之战的全过程，我们将在下期详细讲述。曹魏的3路大军攻伐蜀汉，刘禅和姜维是如何应对的？邓艾和诸葛绪的6万大军为何没能挡住姜维，让其进驻了剑阁关？钟会的10余万大军为何无法攻破姜维的3万守军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灭蜀之战上集，姜维据守剑阁关。263年8月，司马昭调集了18万大军，兵分3路南下，对蜀汉发起总攻。第一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3万人马从狄道出发，
目标是牵制驻守榻中的姜维。第二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3万人马，通过岐山道前往阴平桥头，目标是切断姜维前往汉中的退路。第三路由镇西将军钟会率领10多万主力，从长安出发，兵分2路，从包斜道和淌洛道进攻汉中。同时任命魏冠为监军，持节监督诸军。姜维得知曹魏的18万大军来袭后，连忙给刘禅上表，请求派遣张翼驻守阳安关，派遣廖化驻守阴平桥头。结果刘禅找来商议的人竟然是宦官黄皓，而黄皓信奉鬼神巫术，问卦之后的结论是魏军不会攻来，陛下尽管放心。可叹的是，刘禅竟然相信了鬼神巫术，将如此重大的国家存亡之事就此搁置，导致蜀汉的大臣们对于曹魏出兵之事一概不知。等到钟会的大军进入淌洛道，邓艾率军向榻中袭来的时候，刘禅方才感觉大事不妙，连忙派遣张翼支援阳安关，派遣廖化前往阴平桥头。可是由于耽搁的时间过长，他们已经无法在敌军到达之前赶往目的地了。不久之后，钟会的10余万大军陆续进入汉中，他让李辅率军攻打越城，让荀凯攻打汉城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准备前去攻打阳安关。临走之前，他派人祭拜了诸葛亮，并且下令所有将士不得在诸葛亮的墓前砍柴牧马。之后他让护军胡烈率军先行前去攻打阳安关。驻守阳安关的蜀汉将领是傅谦和蒋舒，蒋舒曾是蜀汉的5星都，由于无所作为，被朝廷贬职，成为了傅谦的副将，他便对此事一直怀恨在心。得知胡烈率军前来，他就对傅谦说，魏军大举前来，我们必城自守，恐怕不是良策吧。傅谦说，我们奉命守城，只要守住城池便是功劳，如果违命出城，一旦兵败，不仅辜负了朝廷，而且死而无益啊。蒋舒却说，你以守住关城为功劳，我以出战破敌为功劳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各行其志。说完，他便率领属下出城。傅谦以为他要出城迎敌，结果蒋舒出城之后就投降了魏军，并且炸开城门，带着魏军冲入了关城。傅谦见状，立即组织抵抗，最终傅谦力战而死，阳安关失守。钟会得知后非常高兴，他让李辅和荀凯各率1万人马继续围攻越城和汉城，其余人马则由他亲自率领，直奔剑阁关。再来看西线战场，此时邓艾已经率领大军到达了榻中附近，他命令天水太守王齐、陇西太守千红、金城太守杨曲分别从东西北3个方向进攻姜维。姜维得知钟会已经进入汉中，担心汉中的将领防守不住，因此他想尽快前往汉中坐镇指挥，不想与邓艾纠缠。于是他连忙率军后撤，准备退往阴平郡，可杨新等人紧追不放，姜维边战边退，准备前往阴平桥头。然而诸葛绪的中路军已经抢在了廖化的援军到来之前，占领了阴平桥头，挡住了姜维的退路。阴平桥头位于今天甘肃省文县的玉垒乡，白龙江和白水江汇合于玉垒关，通往玉垒关唯一的渡桥便是阴平桥头。姜维自知强攻难以取胜，而且邓艾的大军还在后面追击，于是他便诈称要从孔函谷进入北道，切断诸葛绪的后路。诸葛绪得知后非常恐慌，连忙率军后退30里，准备迎战姜维。然而姜维得知诸葛绪退兵后，立即掉头奔向阴平桥，并且顺利地渡过了阴平桥头。诸葛绪这才发现上当了，连忙率军追击，可是已经追不上了。至此，邓艾与诸葛绪的6万精锐未能将姜维牵制在榻中。姜维与廖化的军队会合后，便退往了白水关，又与张翼的援军会合后，准备前去救援汉中。得知阳安关已被钟会攻破，姜维立即决定前往剑阁关挡住钟会。不久之后，钟会果然率领10余万大军到达，并且立即下令发起攻击。然而一连攻打数日，剑阁关竟然纹丝不动。剑阁关位于今天四川省剑阁县的城南15公里处，从汉中南下巴蜀最便捷的道路便是金牛道，而剑阁关就是金牛道上最重要的关隘。
剑门山从中间断裂，分为大剑山和小剑山，两山断裂之处是营盘嘴，营盘嘴的两边是宽约50米的峡谷隘口，其状如门，名曰剑门。诸葛亮在任时，在这里垒石为关，修建了剑阁关。剑阁关的特点是北陡南缓，北坡是非常陡峭的悬崖峭壁，不仅攀登难度大，工程器械更是无用武之地。而且由于隘口狭窄，容纳不下钟会的10几万大军集中攻打，兵力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。而南坡则相对平缓，守军可以顺利地运兵和运粮，关隘以南还有大片的平地，适合屯田，使剑阁关具备了耕战合一的条件。关隘两边还有取之不尽的石头，可以制成滚石，用以攻打进攻的敌军。东边虽然也有隘口，但更为狭窄，只有不到20米宽，不仅乱石嶙峋，无法供大军通行，而且虫蛇众多。最为狭窄之处，同样筑有关隘和敌台，防止敌人从这里绕过剑阁关。李白曾在《蜀道难》里写道：“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”因此，剑门关变成了扼守金牛道的咽喉，历来就有打下剑门关，犹如得四川的说法。至此，钟会的10余万大军被阻挡在剑阁关下，寸步难行，后面的越城和汉城也久攻不下。至此，姜维敛兵拒谷的策略终于起到了作用。此时魏军的处境是攻关不克，也无散谷，千里运粮，将士疲困。再这样下去，军粮供应不上之时，魏军只能撤兵而回。可他们一旦撤兵，蜀军就会从各个关隘冲出，将魏军围在汉中关门打狗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钟会最后一次发起总攻后，剑阁关依然稳如泰山，他便给姜维写信劝降，可姜维根本不予理会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与诸将商议，准备尽早退兵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邓艾却给他来信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术。他准备从阴平郡出发，通过阴平古道前往德阳亭，即今天江油市东北的雁门坝附近。到时候，如果姜维从剑阁关派兵阻击，钟会则可趁机攻破剑阁关；如果姜维不支援德阳亭，则德阳亭必破，不仅能切断姜维的后路，还有机会直取成都。钟会看后觉得此计可行，便同意了邓艾的计谋，让他立即出兵前往。邓艾挑选了万余精兵，邀请诸葛绪和他一起出兵，可诸葛绪却说他只负责阻拦姜维，并没有接到出兵成都的命令，因此断然拒绝了邓艾。邓艾只能率领自己的万余精兵前往，诸葛绪则率领自己的部下前往剑阁关，与钟会会师去了。然而当他到达剑阁关后，钟会立即以诸葛绪畏缩不进为由，给朝廷密报，并将他用囚车押往洛阳，诸葛绪的3万大军则全归钟会统领。就这样，邓艾率领自己麾下的万余人，走进了700里荒无人烟的阴平古道，也走向了通往武庙72将的行列。那么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领着数万大军，为何挡不住邓艾的万余人？姜维的大军毫无受损的情况下，刘禅为何要向邓艾投降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钟会的10几万大军被姜维阻挡在剑阁关，寸步难行。正准备退兵之时，邓艾却提出了奇袭之策。那么，邓艾是如何通过700里无人区的？诸葛瞻率领数万人马，为何挡不住邓艾的区区万人？姜维大军毫无受损的情况下，刘禅为何要向邓艾投降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灭蜀之战下集，刘禅向邓艾投降。263年10月，姜维被钟会牵制在剑阁关，邓艾便准备沿着阴平古道突袭后方。同时，钟会派遣部将田章率军西进，配合邓艾。邓艾所走的阴平古道的起点是阴平郡的治所阴平县，即今天甘肃省文县的胡一坝。此路不仅高山险阻，而且人迹罕至，不适合大军通行。他们一路凿山开路，修栈架桥，越过荒无人烟的险域后，来到了摩天岭。摩天岭的北坡和西坡较为平缓，而南面则是悬崖峭壁，道路无法通行，大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邓艾身先士卒，用毛毡裹住了身体之后，便滚下了山坡。见主帅都已经下去了，将士们只能跟着滚山而下。之后，大军继续出发，经过京川县境内的唐家河后，来到了南面的洛伊沟。然后，他们向西行进，来到了马转关，
翻山越岭之后，到达了今天平武县高孙乡境内的净居山。净居山往南便到达浮水，浮水是嘉陵江右岸最大的支流，发源于岷山主峰的雪宝顶，因流经浮城而得名浮水，即现在的浮江。邓艾率军顺着浮水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油关。至此，他们一共行进了265公里。由于当时以360步为一里，因此现在的1华里约等于三国时期的1.33里，全长便是705里，与《三国志》记载的700里基本相符。江油关位于今天平武县的南坝镇，四面环山，浮水从中流过，是与剑阁关相齐名的天险，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御重镇。江油关分为北关和南关，浮水之上的明月渡将两关相连，也是附近唯一的渡口。此时驻守江油的蜀汉将领是马邈。邓艾到达江油关之前，钟会派遣的部将田章已经提前到达了江油附近。马邈得知后，立即派遣3000多人在半路伏击，结果被田章打败，只剩下数百人逃回了江油城。就在这时，邓艾如同天降神兵一般，突然出现在了江油。马邈自知不敌，只能献城投降。刘禅得知江油关失守的消息后，大为震惊，连忙派遣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为主将，率领着张飞的孙子张遵、黄权的儿子黄崇、李辉的侄子李求等人，督军数万前去抵抗邓艾。此时，南中都霍邑请求率军北上支援，但刘禅认为诸葛瞻的军队数量远超邓艾，应该是万无一失的，于是就没有批准霍邑的请求，只是让严羽率领2万兵马从永安出发前去支援。邓艾此时虽然成功地穿越了700里无人区，并且控制了江油关，但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而且既无援军，又无粮草，面对蜀汉数倍于自己的兵马，处境是非常危险的，一旦战败，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诸葛瞻率领数万大军到达涪城之后，却止步不前了。黄权的儿子黄崇多次劝他应该迅速抢占险要地势，不能让敌人进入平原，可诸葛瞻犹豫不决，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黄崇被气得失声痛哭，诸葛瞻依然不为所动。邓艾见状，立即率军出击，向蜀军的数千名前锋展开了激战，结果蜀军的前锋不敌，战败而逃。诸葛瞻得知后，并没有命令大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剿灭邓艾，而是率领全军退往绵竹，将涪城拱手让给了邓艾。邓艾进驻涪城之后，获得了充足的补给，而且从此之后再无天险阻挡，成都就在眼前了。他派遣使者给诸葛瞻送信说，如果你愿意投降，我将立即上表封你为琅琊王。诸葛瞻大怒，立即斩杀了邓艾的使者，命令大军向魏军发起攻击。邓艾则命令自己的儿子邓忠从右边包抄，命令师纂率军从左路包抄。然而蜀军毕竟人多势众，邓忠和师纂抵抗不住，战败后退回涪城，对邓艾说道，蜀军人数众多，不可战胜。邓艾愤怒地对二人吼道，生死存亡之际就在今天，哪有什么可与不可的。说完便准备将二人斩首，最后告诉他们说，如果还想活命，只有将功补过这一条路可走。二人不得已，只能再次披甲上阵，率领属下的将士们拼死厮杀。蜀军终于不敌，开始溃败。可魏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，怎么可能放他们逃跑呢？最终，诸葛瞻以及属下的将领黄崇和张遵以及李求等人全部战死。诸葛瞻的长子诸葛尚叹息说，我们父子享受的朝廷恩惠众多，却没有尽早斩除黄皓，以至于惨败，以后还有何面目继续苟活？说完便冲入敌阵，被杀身亡。至此，守卫成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。消息传回成都，刘禅震惊不已，连忙召集群臣商议。有人认为蜀汉与东吴是盟友，因此应该立即投靠东吴。但光禄大夫乔州认为，大国吞并小国是客观规律，蜀汉不保之后，东吴也将被曹魏吞并，到时候陛下将要再次受辱，与其受辱2次，还不如直接投降曹魏。有人认为应该逃往南中避难，可乔州认为，如果投奔南中，就应该早做准备，现在大敌当前，人心浮动，恐怕出发之日就会发生不测之变。最终，刘禅采纳了乔州的建议，决定直接向邓艾投降。
刘禅的第5个儿子刘慎请求死守成都，但刘禅不同意，刘慎便杀掉自己的妻儿后自杀而亡。接着，刘禅派遣驸马都尉邓良、张飞的次子张绍以及主张投降的乔州前去向邓艾请降。当他们走到洛县，即今天四川省广汉市的时候，迎面遇到了邓艾的大军，乔州便主动呈上喜寿和降书，请求投降。邓艾非常高兴，立即同意了他们的投降请求。之后，率军抵达成都城北。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抬着棺材，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。邓艾亲自为他解开绳索，烧掉棺材，率军进入了成都城。至此，成都彻底沦陷。接着，刘禅派遣蒋显前往剑阁关，命令姜维立即向钟会投降。此时，姜维正在赶回成都的路上，他得知诸葛瞻兵败后，连忙率领将士们退往巴中，准备救援成都。钟会则趁机占据剑阁关，然后率军到达涪城。接着，他便派人分路追击姜维。当姜维走到蓟县，即今天四川省三台县蓟江镇的时候，遇到了蒋显，才得知刘禅已经投降，并且命令他立即投戈卸甲，向钟会投降。将士们得知后，纷纷拔起刀剑，挥砍石头，以发泄自己心头的愤怒和不甘。可是皇帝都已经投降了，再有不甘又有何用？姜维只能率领将士们向钟会投降。这一年，钟会39岁，姜维已经62岁了。所幸钟会非常欣赏姜维，与他出则同车，坐则同席，并对长史杜预说道：“姜伯约和中土名士相比，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比不上他。”接着，钟会下令禁止将士们抢掠百姓，对属地的官员则礼贤下士，结交了蒋斌和蒋显等人，与姜维交谈甚欢。邓艾进入成都后，也约束部众，没有发生烧杀奸掠的事件，并且安抚百官，使他们赴任就业，受到了蜀人的拥护，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着。那么，立下赫赫战功的钟会和邓艾为何没能善终，而且双双死于蜀地？姜维用了什么计谋，致使一计害三贤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263年冬，诸葛瞻在绵竹惨败，导致成都门户洞开。刘禅与大臣们商议后，决定向邓艾投降。随后，他要求姜维也向钟会投降，至此蜀汉灭亡。那么，立下如此赫赫战功的钟会和邓艾，为何双双死于蜀地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一计害三贤及蜀汉灭亡。12月24，司马昭以皇帝的名义下诏，册封邓艾为太尉，增加封邑2万户，封他的2个儿子为亭侯，各得封邑1000户。而此战的主将钟会则被册封为司徒，增邑1万户，2个儿子被封为亭侯。邓艾给司马昭回信说，凭借平定西蜀的声威，趁势伐吴，确实是席卷天下的有利时机。但是大战之后将士疲困，不宜立即动兵。他建议留下2万陇右兵和2万巴蜀兵负责主盐炼铁，同时在蜀地建造舟船，为日后讨伐东吴提前做好准备。另外，他建议将刘禅继续留在蜀地，因为如果将他送往洛阳，东吴人就认为这是软禁和流放，对于他们归附没有好处，等东吴归顺之后，再封刘禅为扶风王。接着，他以天子的名义拜刘禅为骠骑将军，拜蜀汉的太子刘玄为奉车都尉，拜诸王为驸马都尉，其他蜀汉大臣则根据地位高低，分别任命为朝廷官员。关于他的部下，世纂兼任益州刺史，陇西太守千弘等人则兼任蜀地各郡的郡守。之后，他将绵竹之战中战死的魏国将士和蜀国将士埋葬在一起，并且修筑高台，用以宣扬自己的武功。就这样，邓艾在成都搞得热火朝天，而作为此次出征的主将钟会，则在涪城背险黯淡，心中非常的不满。邓艾与司马昭的信件需要路过涪城，作为3军主帅的钟会便有机会看到双方的来信。钟会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，擅长篡改文书，于是他就将邓艾的书信改成傲慢无礼的语气，再给司马昭送去。久而久之，司马昭便对邓艾产生不满，让监军魏冠告诫他说，凡事都要上报之后才能定夺，不可自己擅作主张。可邓艾并不知道钟会从中捣鬼，他本身又居功自傲，志得意满，不但没有听从魏冠的告诫，
还振振有词地给司马昭上言辩解道：“春秋里说，大夫出守外地，如果遇到保卫国家或者有利于国家的事，是可以专断的。现在蜀汉已灭，东吴未平，而巴蜀之地与东吴相连，距离洛阳却很远，所以不应该拘泥于常理而错失良机。”钟会见时机已然成熟，连忙给司马昭密报说邓艾准备谋反。胡烈和师纂也看不惯邓艾的做法，密告邓艾悖逆不道。264年正月初1，司马昭以皇帝的名义给钟会下诏，要求他立即逮捕邓艾父子，并用囚车将他们押回洛阳。钟会接到诏书后，想到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，他让魏冠率领少量兵力前去捉拿邓艾，邓艾肯定不会束手就擒，魏冠必定被杀，这样既能除掉魏冠，还能坐实邓艾反叛的事实。到时候他只要率军攻破成都，杀了邓艾，他便是灭蜀最大的功臣。魏冠当然明白钟会的意图，但他无法拒绝，作为监军，他确实有逮捕将领的权利。如果不去，钟会便以失职罪将他拿下；如果去了，邓艾就有可能将其斩杀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前往。半夜时分，他到达了成都，然后立即向邓艾的部将发送檄文，告诉他们说，此次前来只抓捕邓艾父子，其他人一概不予追究。如果立即前来报道，爵位和赏赐不变；如果胆敢不来，诛灭三族。鸡鸣时分，邓艾的部将悉数到达，只有邓艾父子还被蒙在鼓里。日出之后，魏冠身穿监军的服饰，乘车前往邓艾的居所，将邓艾父子在睡梦之中逮捕。邓艾仰天长叹道：“我身为忠臣，竟会落到如此下场，犹如当年的白起一样啊！”这时，邓艾的部将们才醒悟过来，纷纷率军包围了魏冠的军营，准备拦截囚车，营救邓艾。魏冠并不慌张，身穿轻装出来迎接，并对诸将说：“我正在给朝廷写奏表，为邓艾将军申辩。事情没有着落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成都的。”诸将听后便相信了魏冠的谎话，停止了营救邓艾的行动。其实魏冠并没有为邓艾申辩，而是连忙派人通知钟会，让他赶紧率军挺进成都。钟会没想到魏冠如此轻易的就将邓艾给逮捕了，连忙率军赶往成都。这时姜维发现钟会是个有野心的人，可以利用他复兴蜀汉。他试探性地对钟会说：“现在蜀地平定，将军你威德振势，可是韩信在战时不肯背弃汉朝，太平之后却惨遭杀害，文种不从范蠡归隐于五湖，最终伏剑枉死。现在你大功既立，大德已著，何不效法范蠡，退隐江湖，全功保身呢？”钟会回答说：“你所说的那些人都太高远了，我无法企及，何况现在还不是归隐的时候。”姜维立即就明白了钟会的意图，便对他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其他的事情，我相信以你的智谋定能解决，我就不用多言了。”钟会也听懂了姜维的意思，只是两人都不说破。正月15，姜维率领大军进入了成都。第二天，他便召集文武百官为郭太后发丧，同时假传郭太后的遗诏，命令大军在成都起兵，废除司马昭。司马昭的亲信胡烈等人不从，钟会便将他们全都关入大牢，软禁了起来。接着他下令将邓艾用囚车押往洛阳，成都的所有将士都归他统领。至此，钟会的麾下便有了20余万的部众。他找来姜维，正式商议向北进军之事。他让姜维率领5万兵马为先锋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跟进，大军从包斜道进入关中，然后让骑兵走陆路，步兵则顺着渭水东下走水路，5天便可到达孟津，然后合兵攻打洛阳，天下便可一举而定。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司马昭早就对他起了疑心，不久他就收到了司马昭的来信。他对钟会说：“我担心邓艾不肯束手就擒，所以我亲率10万大军进驻长安，派遣中护军贾充率领1万人马进驻邺城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相见了。我将在长安为你接风洗尘。”钟会看后大惊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，连忙找来姜维商议。姜维便建议他将软禁的北方诸将尽数斩杀，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将领，然后发兵向北。其实姜维的打算是，等钟会杀光魏国的将领后，他就想办法杀掉钟会，复兴蜀汉就有希望了。钟会再次想到了魏冠，
他让魏冠以监军的身份下令斩杀北方诸将，可魏冠不肯答应，钟会便将他留下不准离开，两人各自握刀，彻夜未眠。魏冠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了胡烈之前的亲信将领邱建，便偷偷地告诉他钟会准备诛杀诸将，让他务必将此消息传入军中。胡烈属下的士兵率先发动兵变，紧接着其余各营的士兵也聚集到成都城外要见自己的将领。钟会得知后大惊，命令魏冠以监军的身份出去安抚士兵。魏冠早就想脱身了，但为了不引起钟会的怀疑，他便故意说道：“你是三军统帅，应该亲自出去解释。”钟会却说：“你是监军，你先出去，我随后就到。”魏冠立即下殿离开，匆忙往城外跑去。这时钟会突然反应了过来，立即派人去追。魏冠见有人追来，连忙扑倒在地，假装生病。此时城外士兵的叫嚣声越来越大，魏冠便对追他的人说：“如果不能及时制止，恐怕会出大事。”钟会的亲信无奈，只能让魏冠出城安抚士兵。魏冠出城后，连忙命令士兵拿来盐水狂喝，然后便开始大口倒呕吐。钟会随后派来了10几拨亲信和御医，御医告诉钟会说，魏冠重病不起，应该是命在旦夕了。钟会便放松了对魏冠的警惕。天黑之后，魏冠立即下床书写檄文，并派人送往各个军营，约定隔天早晨对成都发起攻击。正月18日凌晨，胡烈的儿子胡渊率众开始攻城，士兵们在没有将领的指挥下各自为战，向成都发起攻击。钟会得知后大惊，连忙召来姜维商议。姜维无奈地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只能拼死一战了。”于是各自率领亲信开始抵抗，但很快士兵们便攻入了城中。魏军进城后烧杀抢掠，成都城顿时陷入了人间炼狱。姜维和钟会战死，蜀汉的太子刘玄被杀，姜维的妻儿被害，蜀汉将领张翼、蒋斌和蒋显以及魏济等人也全都被魏兵杀害。混乱持续了几天之后，魏冠才终于控制住了局面，使成都恢复了正常秩序。此时邓艾的亲信已经追上了囚车，准备将他迎回成都主持大局。魏冠得知后，连忙派遣与邓艾有过节的田旭前去拦截。邓艾是魏冠和钟会共同上书诬告的，而且还是魏冠亲自逮捕的。如果邓艾返回，那他将必死无疑。田旭率军赶到三灶亭，即今天德阳市黄许镇的时候，遇到了准备返回成都的邓艾，田旭便将邓艾父子以及师纂等人全部杀害。至此，灭蜀之战的两大功臣邓艾和钟会双双死于蜀地，姜维复兴蜀汉的愿望也终究落空，蜀汉正式灭亡。刘禅被举家迁往洛阳。那么，刘禅为何乐不思蜀？他最后的结局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